嗨，大家，欢迎来到一个新的系列 Real Chinese。在这里，我会分享更多真实的中文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中国流行词，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在社交平台或者在和朋友的聊天中，你经常会看到，但不一定了解它的意思，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的用法。I'm Marina， 欢迎回到 Spicy Mandarin Talks。第一个是 YYDS， 你几乎可以在所有的社交平台或者生活中经常看到它。那它是什么意思呢？YYDS 其实是永远的神拼音的首字母缩写，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 YYDS 来进行一种夸张的赞美。比如，你认为一件事情、一个人特别的厉害，难以超越，你可以用 YYDS。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这家中餐厅里的菜真好吃，每一道都是 YYDS。你也可以说 Marina 的视频真是 YYDS， 一定要订阅和点赞。另一个和 YYDS 相同意思的词是绝绝子，你可以说这家奶茶绝绝子，这家餐厅绝绝子，这里的风景绝绝子。当然，你也可以用 YYDS， 那么你可以说这里的奶茶 YYDS， 这里的风景 YYDS， 这里的餐厅 YYDS。 另一个有意思的词是吃瓜，如果直接翻译成英文是 eat melon。 吃瓜在中国比喻一个人与一件事没有关系，但是他喜欢看发生了什么，喜欢看热闹，听八卦。吃瓜相当于英文中的 sip tea 或者 pass the popcorn。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天哪，你知道 Coldplay 演唱会发生什么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吃瓜。在发生了一些事之后，很多人喜欢看热闹，看八卦。我们把喜欢看热闹的人叫做吃瓜群众。比如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说快来看看这个大瓜。这个瓜指的就是发生过的事情。下一个词是智商税，智商 IQ， 税 tax。 从表面来看是 IQ tax， 实际上和 tax 毫无关系。智商税是指你在买一件东西的时候，由于缺少判断，结果花了高价钱买了一件不值得的产品。 On the air where people would call in and tell stories of stupid things that they did that cost them money. When I lose money to doing something stupid, I call it stupid tax. 买了一件不值得的产品，也就是说花了冤枉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产品是一个智商税。比如减肥神器，产品宣传说只要绑在肚子上，躺着就能轻松减肥。通常呢，这类产品不会很便宜，但依然有很多人购买，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会说这就是一个智商税产品。再比如
有一些线上的课程声称1个月可以帮助普通人赚到50万，我们听起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去购买线上的课程，看看如何1个月赚到50万。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会说，这真是一个智商税，我建议你不要购买。在中国，朋友开玩笑的时候，有时候会说，智商真是一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这句话通常用来朋友之间的调侃。我想问问大家，在生活中是否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有人承诺给你什么好处，带你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但只是空口说说，听着好听，但根本不会实现。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我们叫做画饼。画饼来源于中国的成语画饼充饥，它的意思是饿的时候画一张饼，看着这个饼，想象已经吃饱了，就不再感觉饥饿。所以画饼通常是来表示用空想欺骗别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老板总说很快就有晋升机会，但我知道那是他在画饼。你也可以说，他又开始画饼了，我知道他说的什么都不会实现。在中国，有一些和数字相关的词也很常用，比如 Thank you， 它其实来源于英文的 Thank you， 是谢谢的意思。那 Thank you 和谢谢相比，显得更加随意和轻松，所以经常在朋友之间使用。你可以说，帮我关一下门，帮我查一下资料 ，Thank you。你推荐给我的视频和电影都特别好看 ，Thank you。在情侣之间，你经常可以看见520、1314，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中文的谐音流行语。520、1314是一个浪漫的数字，它其实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520，第二部分是1314。520是我爱你的意思。如果你快速地读出数字，那么发音听起来就像是我爱你，所以通常用数字来直接的表达我爱你。1314的意思是一生一世，相当于英文的 for a lifetime。在发音中，1314如果你读快一点，那么听起来就像是一生一世。所以520、1314的意思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一个例子，他情人节送了我520朵玫瑰，1314的项链，感觉超级浪漫。在中文中，还有一些数字可以表达你的情绪，比如555。555表示在哭、委屈、难过。那5的连读听起来就像是呜呜呜，也就是中文里的哭
哭声，所以我们通常使用555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看见一连串的5，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放声大哭，也就是说5越多，情感越强烈。所以你可以通过写更多的5来表示你现在真的很伤心，真的很难过。在美国的文化里，666也许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它代表着魔鬼。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6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数字，它代表着顺利。那么666是什么意思呢？3个6连在一起，它的意思是你太厉害了，用来表示钦佩和认可，有点像疯狂给你点赞的意思。你会在很多视频或者帖子的下面看到666的评论，也就是说太厉害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个经常用到的互动词语，那就是家人们。这是一个比较亲切的称呼，有点像大家庭的意思，类似于英文中的 everyone, my people 这样的称呼。你可以使用在朋友、同事或者家人之间。举一个例子，比如你的商店开业了，你可以对顾客说：家人们，欢迎来到商店买东西，今天有 50% 的折扣。在工作场合中，如果你要抱怨一些事情，你也可以说：家人们，我的客户又要让我改方案，这已经是第5版了。这些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流行词，现在你可以使用它们和朋友聊天，或者在网上评论，让你的中文更地道。家人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觉得内容 YYDS，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点赞。那我们就下次再见。